Hello， 大家好，阿弟几十年了，因为我哥哥这边是在几十年了啦。阿弟要跟你们讲，就是我哥哥是做蚝的，他是什么大学毕业我忘记哦，他是不知道读哪一科，sorry， 阿弟忘记了啦。我的大嫂是海洋的，我哥哥是化学，对，化学的，他是在什么大学毕业我忘记了，很差。OK， 来，阿弟要介绍的呢是我大哥的蚝，但是他已经缩小了啦。以前他有一个很大的蚝场在海上的，就这一边进去的。但是我们有去参观，可是我哥哥已经把它卖掉。然后还有一个蚝场呢，就是昨天去我大嫂的 USM 的那个 Marine Park 那边附近，他也有一个蚝场在那边养蚝，在海上养大了呢，他就把它 supply 给 hotel、西餐厅，还有吉隆坡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哥哥这一个蚝场呢，他也是很久，他在这边是养苗，他养了苗了呢，他就放去海上给他们长大。而且我哥哥养蚝呢，是在3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，就可以拿出去卖了。然后在马来西亚养苗和养蚝的第一个人呢，就是我哥哥，因为我大嫂海洋的嘛，所以他们2个人配合起来就很好哦。因为我哥哥也有把他的技术卖给一些很大品牌的公司。我问看我哥哥不可以公布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养苗的场。以前他连隔壁也是他的，因为这块地我哥哥是租的，然后隔壁的地呢他也是租。后来呢，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，后来他要拿回了，所以我哥哥做到很大的时候，他又把它缩到最后，剩下这一边的。我担心他有一天也有人出价钱跟他买下来，他也不做了，那时候安迪就没有得拍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哥哥养苗。叫我哥哥介绍一下啦，给你看一下这个大马纪录大全 Nordic National Record Marine，the Malaysia Book of Record， 第一家马来西亚第一家，2015年，也是唯一的一家，他没有放你的名字的咩？没有，他放公司名字呢。哦，你的公司的。为什么放 Malaysia？ 哦，这个就是他公司的名字，OK 啊，然后这个是生物科技。这是我们的科学与环境部给我们的这个，就是它有10年的免税啊。10年的免税。过了。2022嘛。要给tax了啊。9年了，这个蚝场。这个蚝场我们是2010年开始的。201014年了。来，我就知道了，来，我厉害的这个就是我看到这样一罐一罐很 Q 哦，这些是那个蚝的食物。上海的食物啊，我哥哥要做那个利枣和中枣中枣还有这样，中就是这个啦 ，brown， 利枣是绿色的要给蚝吃的。这个呢，棕色，这个叫中枣，这个黑色棕色。为什么呢？它其实它就好像我们的树啊，你看叶子有一些是有红色的嘛，有些是绿色，它也是有叶绿素，它的叶素是在里面，所以你看到是红色，不过它一死就变绿了。然后你要这样做来讲，这个绿色，这个绿藻又不一样，这个颜色，这个是棕。这个呢 ？brown 啦 ，brown， 这个它还没有生吗？它还没有生。这个浅深越来越深，就是越来越多在里面，全部都是单细胞。为什么我们要不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绿藻，然后我们有中藻。中藻只是一个普通的名称，它真正名称这种我们叫做角毛藻。可是肉眼看不到它那个藻。你肉眼看不到，因为它的太小，它的 size 小过5微米，5 micron。它比我们头发还要小。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几种颜色的藻给它吃 ？OK， 每一个藻类它有不一样的营养素，就是它的脂肪啊，它的蛋白质啊，它的不饱和脂肪等等。所以我们要给它综合，就好像我们吃东西，你不能单吃菜，你要有吃肉。OK， 因为它有充足的营养，它也是一样。它每一个藻类有不一样的营养，所以我们要加起来。这种是金藻，那个。这个金枣，金色啦，金色，它因为它颜色比较金色，也要给它吃的。那个是就它在成长的第5天，它孵化出来，它第1天到第5天只是吃这个吧。对，就好像一个 baby 这样咯 ，baby 有1个月到5个月的奶粉这样子咯。5天过后我们就掺这个，我们叫角毛藻。就这个棕色这个啦。棕色的。5天过后你们就要给它吃这个。这个掺这个金的给它吃多久？吃到差不多3个星期。就好像人这样有时候你一下子换奶粉不可以的哦。对。你要把旧的奶粉还要掺新的奶粉哦，你看。蚝苗呢，只是吃藻类，它没有其他的食物。蚝其实是很有营养的，是高蛋白、很低那个胆固醇的。高蛋白低胆固醇。
然后问题是你要去哪里找这个藻类来养？这个是还有问题。在我们的水域里面，在海里面有几千种的藻类，你要把它挑选出来。然后这个藻类呢，其实很好营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也吃的，我们吃那个 spirulina 啊、螺旋藻啊，就是那个利藻啊，全部都是这个藻类。不过它那种比较粗，蚝吃不到的，这种的它营养成分很高。不过它很慢，所以他们不能拿来做商业化。不过它的营养成分比我们那个螺旋藻还高很多。还更高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来，这个是他的研究室里面，这个就是母藻，就是怎么样讲，就是我哥哥要繁殖那个海藻的时候上，就是用他的妈妈在这边。而且他没有打斑的哦，因为会有细菌。然后他就是用这些灯啊来养他们哦。所以我哥哥要养那个茎啊，这个是他的妈妈，那茎的妈妈，藻的妈妈。那青色什么色？这边呢，我拿100咯，放在外面的那个5 liter 的咯，100 ml 的，100 ml 倒进去咯，5 liter 的水，5 liter 的那边啊，那个桶。然后这些我们叫种藻啦，就是从大自然的海水里面抽出来筛选，然后 purify 培育出来的。一直循环，一直放住哦，不会死。循环过一阵子，它就会弱化了，然后就要拿新的出来，又要再去拿海洋拿咯。然后我给你看我大哥的以前那个蚝场啊，在海那一边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格子像稻田这样，海上的木的。以前我们有去吗？还有屋子的在里面住，然后就是这样，他养了一个，所以它的 size 全部是一样大。它放在这个篮里面，然后它绑住吊住在水里面，这样子的。来，这样子一个，它下面是那个桶来的咯。那以前我们住这个屋子里面我们玩咯，那这样子。然后是一个 photographer 去那边去我哥哥的蚝拍的，叫 Jim Tan， 他帮我哥哥拍的。然后现在是从小桶做到中桶，再做到更大的桶。我们去看最大的桶。大桶是1000 liter。1000 liter。啊，这个是才20 liter 的。哦，这个是1000 liter。1000 liter。所以他从那边养了，他就要倒过来这一边给它繁殖，自己繁殖啦。也是繁殖。也是要用光合作用，也是要太阳的。1000 liter。所以，但是1000 liter里面，它未必全部有活，也是有死。也是有死的。而且他养的藻呢，不是说我们要给它食物吃的，不是的。我哥哥养它了，就放它给太阳的光合之用，它自己生长的。我们有放营养不了。放营养，营养素是什么营养素？营养素就是我们那种肥料。啊。然后我们这个营养素我们自己培制的，就是里面有维他命 B1、B12，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那种微量营养素。啊。再加上那个普通的肥料，就是那个 NPK、Nitrogen、Phosphorus 和 Potassium， 那个通常商业用的。啊。不过我们也是自己培制出来的，我们没有买商业的。哦。来，然后那个大桶呢？大桶的这个是我们周海水的，我们做海水消毒。哦，他们拿海水哦，对，因为还要用很多的水，但是他们没有用自来水，因为他们要用咸的水，海水，所以他们我哥哥会从后面，因为后面是一个河口来的，涨潮的时候他会抽那些水上来过滤，他们要很干净的水的。过滤了，我们也要消毒，因为我们这边培育苗，他们比较脆弱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把它。全部的水我们都是消毒过的。如果你直接拿海水的话，它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，就是其他的那种好像藻类啊，那种藻类它起很快，1天里面它就起色了，变成我养的藻类就不能没有机会。就给它占到完了。然后它里面也有其他那种动物。就是那种咕嘟癌那种咕嘟癌它也会吃那个苗。总之就有细菌在里面啊，其他的海产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有时候我哥哥会拿虾回来，大虾、小虾给我们，因为有虾在里面，他就会养大它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吃咯。我哥哥养的那个是那种什么虾呢？不是海虾，它是老虎虾是野生的，这种叫做半淡咸的哈。半咸淡的。OK， 来，我们不要讲我们的，来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到我们去看那个苗的。然后看了绿藻了。OK， 来，我们看它养苗怎样养。这边是我们养苗了，全部这些一桶一桶都是苗来的。然后这个大桶的也是养苗啊。这个大桶的是3000liter。那么一个大桶我们可以放300万粒苗，300万粒苗。这种我们可以放50万粒，这个是500粒的，我们可以放50万粒的苗在里面。在里面啊？这个苗呢只有200微米这样大，不过肉眼是看不到的。然后这个苗幼虫我们叫幼虫就是在幼虫的阶段它是可以游的，在水里面游的。所以你现在看的话你从水里面如果用灯光照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一粒白点的在游，那个就是它的幼虫来的。那它那个白点有点像那个粉一样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吗？
我是肉眼，它这样子照灯，我是看得到啦。你看到吗？有粉这样，一粒一粒小小的，你看到吗？啊，你啊，看到吗？啊，那些白白的，对了。白白的是吧？它有一个眼睛这样啊。啊，其实那个发亮那个是壳来的哈。壳来的。50万粒啊，生存率有多少？生存率大概有50%。哦，50万里面有50%的生存率。一粒蚝呢，它可以放出5000万的卵。5000万的卵，但是你能够帮它接生到，把它收紧的话，我们的成功率大概是在70到80%。70到80%，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啦。因为刚才我看到他在这边换水，为什么要2天换一次水呢？因为它也是会排粪。哦，就好像我们养鱼这样咯，2天你就要换水，它有排粪。因为我们2天换一次，我们的最重要的、主要的是我们要看它成长。哦，要看它成长。快大了我们就收起来，慢大的好像2天过后啊，它还是保持那个 size 啊，我们就淘汰它。哦，不成长的就淘汰。啊，其实它换的这些水是很干净的。那个 baby 啊，它有一点点的排泄物，所以它在2天里面哦，我哥哥就要换掉它的水。他拿海水，就是刚才那个大桶里面啊，他抽海上的水，他抽上来过滤干净了，他才来装这一点。不像你喂那种饲料啊，它吃不完哦，吃不完不了，1天不了它就发臭在里面了，那个水就变坏了。它这个你就算你4、5天你不换也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在外国他们完全不换水。哦，外国可以哦。中国它完全不换水。哦，因为我哥哥有去过中国的一个那个地方是哪里啊？湛江还有哪里啊？还有阳江。阳江是另外一个公司的。啊，这个也是在广东。湛江呢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一个国际品牌很红的。我哥哥也有去那一边看，他们也有派人来这边学那个技术。我哥哥也有过去传授一下他的技术，然后再去一个地方，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跟着去。他是跟一些 professor， 安迪就去了海南岛玩，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嘛，你就不是去看那个好场啊？所以你讲他们不换水，讲回他们不换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换水？你要换水，不是很多工？因为他们的做法哦，就是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他放很大的池，所以它的水量很大，然后他们就是不要换水，是因为另外一个方法，因为他们不做我们这样单体，就是拿那个蚝壳的粉来给它粘，他们是放整个那个贝壳。掉整个糖啊，就是它自己粘。美国也是这样啊，我也是看到整个掉。美国也是这样。OK。我们这氧化不一样了。不一样喽。来，我们来看别的。那个黑黑的就是来的啦。这边一点点嘛。一点点这边了。这些清清粒粒这个。再看一点点哦。很够力的啊。几万只这边呢。因为刚才那个苗太小了，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，所以我哥哥放在显微镜里面给我们看哦。哇，全部在动啊！然后你看到有脚，它有，它这样那个它脚它要粘了。哦，它要粘呐。那个东西出来就是讲它要粘了。可是有壳啊。它有壳，它一定有壳，它粘也是有壳的。然后它一直伸它舌头是做什么？不是说他们这个是它的脚来的。哦，然后有一粒黑黑是它眼睛哈。等一下切弟弟，等一下。你转上转下就可以。baby oyster 这样动，还有用它荡吗？就这样。一直这样，试试，你做给我看。哦 ，baby， 哎呦，这样子动啊！弟弟有看，你这布给他粘的，它就粘的。有些你看，这些布里面它是粉这样枣这样哦。其实是蚝来的。哦，这一桶就比较多哦。然后你做什么？简单的筛上。哦。用肉眼来看鲜呐？没有啊，这个是150吗？这个 size 我们是觉得它是已经到210哦，我们就拿210哦。如果它大过210，它就不能出来喽。哦，就拿这个哦，你这个是水应该要210，你就拿这一个网来放下去给它冲啦，它自己过滤啦。OK， 我还以为这样去挑哦。不能挑了，小过210它就流掉了，就被淘汰了，很可惜哦。我们拿来养来吃也好嘛。现在210你拿起来的，你就用9个月来养大来卖。差不多是8个月，10个月，8到10个月。8个月左右到10个月，8到10个月之间。如果那些蛮大你拿去养了，可能要养1年半到2年。哦，晒黑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步。这个刚刚粘吧，所以你还是肉眼还是看不到。刚才那个很白色是来，你看这边chocolate色的，chocolate色的就已经粘了咯。它粘了，它也长大了。它的快一般有500到600厘米micron，所以你肉眼比较可以容易看到了。这个呢，这边这堆比较巧克力，那边比较白。没有，它就这一堆，它粘在这边。哦，它粘在。通常是它粘，我们会去摇。摇，可能它有跑去一边。你一摇了，它就飘哦。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啦。
咦，这是一粒一粒有的哦。这个是2个月的苗，它已经连了1个月。哎，这个很大，这个最大。哦，这个已经连了1个月啊。啊，它已经连了1个月，说它苗加汤这个它已经有2个月。啊，苗。啊，然后它是不会连在一起哦，全部是一粒一粒的。我们这种它的形状比较美，可以卖比较高的价钱哦。也是有个捏过皮过啦。对，高级食物，说他们要它美观。它不要美观，我们都不会分。没有你，如果你去挖野生的话啦，它的形状有一些扁，有一些长，有一些短，有一些很扁很 flat。啊，它这个形状差不多一样。啊，因为它没有粘东西嘛。哦。它形状它自然出来。啊。它如果粘到一个很平的，它就变成很平了。啊。如果它粘到一个树根的话，它就把那个树根包起来，就中间是空的。哦。所以它的形状，然后那些餐馆呢，高级餐馆他不喜欢，因为他们很难摆设。不美哦，所以还要这种，他们喜欢。哦，所以这种就是 A 货。1个 cm 啦，我们就把它送去池塘。送去池塘1个 cm 了，因为我们藻类已经养不够给它吃了。哦。它吃很多了。它吃很多，24小时不停的哈，48小时了。哎，以前是从这边里面进去的吗？现在从隔壁了啦。以前你是从这边进去的。去放好，去放好，拿好苗。拿好苗啊！我先拿好苗啊。OK， 刚才我讲那个它来到1个 cm 的话，我因为它吃太多了，我养的藻类不够它吃，所以我直接放它进这个池塘。这个池塘是全部是天然的藻类，然后我有加一些我养的藻类在里面。倒下去了。倒下去了。然后我就是给它适应天然的环境，就是那个水没有消毒了的，然后。它吃天然的藻类，然后那个天气就是那个温度我们控制不到，下午这个水就会变热，晚上会比较冷。这样怎么办？给它适应，因为天然就是这样嘛。哦，给它回归大自然。就还没有拿去好场养收，我们就这种，我们叫它给它适应那个天然的环境先。2个月，然后才送去那边。送去哪里？送去就是养好场在河口啊。在河口，又另外一边那边了啊。在北拉啦，或者是在基达州啦。北拉或者基达州。那个是真正的大海的河口。这一边呢，但是也是很危险啊，气候一下子差别很大，白天下午。不会啦，晚上。等下我们放那个网，所以它不会这样热。哦，所以放那个网盖住它啦，不要给它这么热。它不会太暴晒了。来，我们走啊，这个很长。以前它就是很热，那个水很热，来到整35度、36度。是啊。不过它还是没有死啊，这个对它不好。哦，就里面有蚝啦。里面有蚝苗了，就是那个1个 cm 的，当它来到1寸的时候，我们才送去蚝场。OK， 你看到那个矿泉水吗？矿泉水瓶，然后有一个四方方的篮，里面它就是放那个蚝在里面哦。那个蚝到几个 cm 吗？蚝苗从1个 cm 来到1寸。1个 cm 它就放在这边到1寸，1寸了过后，它就放去大海那一边，它就放弃它的蚝场养大海的。哦，我哥哥一大潮的时候哦，他就要放水出去了的。大潮不是涨潮？涨潮。涨潮那个水不是会进来？它退潮我们放咯，然后它潮的时候放。大潮它涨潮的时候我们就开油给它流进来。哦。不，那个白色那2个管啊。哇，那个白色管12寸啊！哦，这样很快，那水流6个小时这样。哦，这水就流干了。哦，这边不是很多螃蟹？一定很多螃蟹咯，你看沼泽地带在里面。有没有放笼来装？有啊，我工人去放啊。哦，你工人放笼啊？有时有放啊，它有里面也放啊，有时就跟你外面的人跑进来也是放啊。是啊。哦，里面也是会有螃蟹。哦，外面的人进来放啊？为什么你不放？为什么你不要放？我叫我工人放啊。是啊。也好啊，因为你不，他跟我弄破那个盖。对。这螃蟹会来咬破你的苗了。它会前再要破了那个盖它就进去里面吃我的苗。你看我2个星期换1次啊，你看我的池塘没有味道了。你去下池看那个味道很臭。那水很干净哦。它这边后面看到这个水，这条河水，河涨潮的时候会进来了。哦，这条小河，出去外面，海水还是水？哎，有鱼嘞！有鱼，他们没有来钓啊？以前有人来钓哦，就是我。这边一定有很多大鱼哦。我工人都不要吃啊。怎么会跑进来啊？没有，你放水的时候，小鱼全部跟着进来。这个苗它刚才放在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海塘、鱼塘啊、池塘啊，你看这个，哦，有分9个月，9个月，这个比较小，你看，
你看一些大一些小，到时候他们又要把它分类咯，看到吗？啊，这个又比较大了，看。哦。这个很多粒哦。啊，这个很大，哦。这个9个月。这个是刚刚下去，因为我讲它来到1cm，我们就放下去咯。可是，一些大一些小哦。上面会比较快大咯。哦。你上吃到东西嘛。然后你们会要去摇它咯。要摇它，然后我们就再分咯。啊，再来分类。啊。这个9个月。这个应该有差不多3个月。3个月了。这个更大。这个9个月。这个在池塘里面2个月了，这个在池塘里面已经1个月，这个刚刚下不久了，所以它是我们叫单体，就是它不会粘在一起咯。哦，单体啊，单体就没有粘在，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去福建呢，看啊，他们放一条绳子在海里面的哦，粘住，可是里面有2、3只是美丽的，其他都是小小只的，但是它的一只都是很大只，它都是属于 A size 的。单体就它不形状差不多一样哦。我哥哥贵斤不贵多啊。人家中國人家貴多不貴精啊！啊，叫你咁樣做啊，邊度揾得到成？冇理氣，大細一齊。不美的錢我拿來做蠔油咯。沒有，我們這邊呢，我們都講嘛，蠔是屬於高級的，啊。蠔是屬於高級的。高級，它是叫 premium food，所以有premium food 4星級的 hotel 才有 serve。啊，以前啊。現在也是。现在我们在中国路边都有啊。我就讲中国把它烂贱卖嘛。啊，中国都有哈，这样大家平民都有得吃吗？一粒2，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卖1粒多少钱吗？现在？你卖多少钱1粒？8块到12块。哇，你在中国吃到你傻哈？你为什么你卖到8块到10块这么贵？味道不一样。现在我们是卖给那些米其林的 hotel 啊、restaurant 啊，那些5星级的 hotel 啊，那些法国餐厅啊。它是 quality not quantity。quality 也是。你知道那些 restaurant 啊，他做一个船这样啊，他就放2粒好不了呀。啊。然后摆设一点，这一碟他卖你128。啊，不很多啦，那个是吃味道啊，就好像弟昨天去吃那个娘子餐啊，我们吃了多少钱啊？娘子餐？400多块。你讲好不好吃？不能够讲啊，人家拿到米其林啊，米其林给的嘞。我的儿子讲妈咪，米其林嘞，你要怎样？你讲不好吃啊？就是吃气氛哦，吃感觉咯。来，我们来看，它在开蚝哈。你有哥哥拿上来，还美过 USM 哦。没有办法，因为 USM 人家是那边做工永久，我哥哥是做有人买。这样如果是说别人要买，那可以打电话给你 order 吗？可以。可以。不过呢？麻烦啦，因为我哥哥他们不做小，然后还有哦，你们 order 少1个工来的。就好像我弟弟做水果，现在他也是不要，你们要去直接拿一大篮这样，很美哦，很大力哦。我现在这样子吃哦，会拉肚子吗？不会，我的水很干净的。是啊，还不要给我吃哦。你卖给谁？这个啊，那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养蚝的啊，他就是。啊，你的朋友也养蚝啊？没有，那个我这边的蚝场就卖给他嘛，海上的。海上他养啦。啊，他养了，过后他就 supply 给他。你那个蚝场是不是以前你那个来的？啊？是不是以前你那个蚝场？对呀。你卖掉给他了？我以为有一次大浪打掉吗？那个是在古兰，那个霹雳州。霹雳州啊，你看，它的grapes 比昨天，哎，你的是这样一粒一粒，昨天的是一串里面一粒一粒小粒。它长得不是很健康。是啊。它不是，它有时它那颗过期的。哦，过期好。因为它长得这样美啊，你再不拔它哦，过大变成白的话，它就死。哦。一放出来它打脆不了。然后不用给它吃啊？不用啊。它是海水不了啊？海水不了。像你养这个不要养蚝很多工啊，好。我只是卖给他，卖给一个人罢了。市场不大，但是你去沙巴很多人吃哦，他们做 salad 啊，做古赖呀，马来人。哇，这样哦，如果马来西亚的人会吃哦。会吃，马来人会吃。马来人，华人不会。不过他要31个kg，我不要卖他。我30块1 kg啊，你不要卖呀。我哥哥要卖60块1 kg啊。才有本，他才可以。他批发给人家啦，他批发给一些 restaurant 要的啦，他就60块1 kg。这个是我们养，我们培育的。培育你就放去海里面养吗？这个才是野生，这个不是我们的。这个是你培育的。培育，所以你看它的形状差不多一样。不一样的，你看到吗？它形状美美啊。美美的。哦。你看，我给你看野生的形状嘛，就是变这样子的。但是很大。这个是大的，很野生，很大的。不过你看它形状。你看它形状真的很难呢。你看怎样来摆盘？对啊，它很难摆盘啊，这边他们不喜欢。那个高级的餐厅他们不喜欢。就不喜欢。然后有这个的很多的，这个青色的以前，这个也是老式的青口。青口。这个 anemone。什么来的 anemone？ anemone 那个卵。啊？它会喷啊，喷到你眼睛会肿啊。是啊。不好开玩笑。
大力这个我以前每次敲的话，那个就碰到眼睛，那个眼睛就是红肿一个星期了。哎呦，这个敲回来了。哦，这两个也是一样啊。这个敲回来啊，这个更小粒，它叫 mini oyster。哦，它不会大的。会，以前我这样的我塞口不敢卖的。哦，但是有一些人喜欢吃小只，没有这么吉利。没有了啦。哦，做生意他们讲 mini oyster。以前这种我们不卖，因为它太小。它太小了。不费他们就不要放，不费他讲太小。太小。可是做生意的人他推销的话讲 mini oyster。他很厉害。要不然公哇 mini oyster 加 Q 啊 mini oyster。可是我又想到说 mini oyster 小只嘛，没有这么大力嘛。一口吗？可以试试看 mini oyster。跟大的 oyster 有什么差别啊 ？OK， 2粒大2粒小。我拿一粒野生的，拿来做活用酱包。它也是有卖啦，那种它特别大力那种哦。然后你上次说有一个季节的蚝比较不好吃，他们在交配吗？有分啊。好像这种呢，就有分哦。我们这种呢已经做3倍体，它不会生蛋了。这样？我们做3倍体。3倍一起？3倍体。3倍体呀，就它没有季节了啦。不是没有季节，就是结义了。结义了就好像你阉掉它了。哦，你们叫3倍节哈。体，身体的体。哦。3倍体。3倍体呀。就跟它结义了，所以它就没有季节性了。如果野生的话呢，有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，因为它的肉绵绵了，它们在交配，它们射精了。没有肉。没有肉了，不好吃的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时常吃蚝哦，窝里肚啊，拉肚子啊。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那个蚝没有净化。一粒蚝哦，好像这样的蚝啦，这样大粒的蚝啦。它一天啊，它会过滤海水，它帮那海水进来，它要吃那个海藻嘛，所以一天它可以帮50 gallon 的海水。一粒啊，50 gallon 的水啊。它怎样搬？就是它气了不？它气后面吐，后面吐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filter， 这样它就把那个藻类全部过滤了，它就慢慢消化。然后水里面有那些泥浆、泥土啊，它就把它变成一团，它就呕出来。所以其实蚝呢，我们讲是绿色养殖，它把你的水清化掉。OK。不过因为它这个革性，所以它也把水里面的那细菌啊、病毒啊。全部也残留在它身体里面。然后我们的水，因为我们的水热，我们热带嘛，水热嘛，那个细菌很多嘛。然后它又通常长在那个 high organic， 就是高organic 叫什么 ？organic 啊。要问安迪吗 ？high organic，OK， 自己去找。OK。所以它就是在红木林啊，很多泥浆，那个水比较。肮脏的吗？不是肮脏，它有很多的藻类，变成很多细菌在那边，也在那边繁殖，因为有很多食物嘛。它在这个过滤的过程中，它就把那很多细菌、病毒全部残留在它里面。那么如果你吃的话，你就会拉肚子，因为食物中毒，就是因为那些病毒啊，就好像那沙蒙内拉、E. coli 等等。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净化的方法，就是我们把它放在里面，经过紫外线杀菌，再流回来48个小时。那么它就里面的细菌就把它减掉99.9%。所以变成说你要买是比较有怎么样的厂家比较好啦，就好像你们这样有过滤，有杀菌。那么你生吃就不怕。因为它已经把它净化了，就是把它里面的细菌、病毒，就是这些微生物把它排出来。如果你为什么很多人去啊？他们吃那个蚝啊，他们会拉肚子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净化的。他们直接从海那边拿起来，就直接上种，然后他们也没有保持，就是细菌啊，通常它在30度以上，它会繁殖的很快，然后他们也没有就是冷藏它，是这样拿去就给你了，就变成就算你这样净化的话，你净化过后，你在送的过程，你还是要把它放在冷的，就是在5度以下，冷藏的地方就是不是冷冻或是冷藏，细菌就不会繁殖。要不然你做了净化，你没有把它冷藏起来，那么过了24小时，那些微生物又繁殖回来。所以一些人不敢吃蚝他们就讲很肮脏嘛。所以你们要吃的呢，你们要看那个厂家咯。称赞我哥哥一下啦啊！我哥哥的是有紫外线照射，48个小时给他过滤，给他的水一直跑，给他干净的水，给他一直 process， 还有紫外线射，所以他完全。不会有那些叫什么细菌然后呢，我就以为他们讲可洗不干净啦，什么鬼啦不是的。所以我哥哥每次拿蚝给我们吃，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的。
以前安哥哦，我哥哥做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来哦，安哥不敢吃，因为安哥哦吃过拉过肚子，拉到很夸张，那个要去看医生打针那一个。后来我们大家吃都没有问题哦，现在他敢吃了，他比我们还更爱吃那个啊。最后，OK 来，因为我们来试 supply 试看给那个5星级的酒店和那个高档的参观。可是也有人啊，真的也有人去高档的，去那些日本的高档的餐馆啊，后来真的是拉肚子，拉到很够力啊。就是我自己的亲戚啦。那个是他厨房没有保存好来，就我讲你净化的好，你要把它冷藏，就在5度以下。那么如果你只是放在20度、25度，那么那个细菌又繁殖回来了。有那边哦，这个不能是所有人都对。你看，来看，来吃，刚刚好。吃过了不是吗？嗯，你不要沾这个了，这个很辣。你这样子吃。哇，是可三宝宝，哇，很辣哎！是可耶。我哥哥在那边养很多。根本有这样子。然后它会比较脆，比西域还好哦。他养到成功，这个就是他根哦。昨天的扫地还是今天的扫地？昨天的比较小粒哦。昨天的扫地的。嗯。我们这个是可为的。第二次。Coco 啊。二次。海葡萄。点这个，他讲他的沙巴汉的朋友做的，这个是比较 manis。才配的烤。给弄。那个冰就比较好吃。对，哎，昨天哦，粽子哦，咸的，好像海水。对。还有2种沙巴，还有一种啵啵啵啊，很爽。比较大力，那个没有这样好吃。来，给你吃。肯定的，它那个米其林就贵有的。来，好了，可以吃了，来。是边边的先，边边的最冷。OK， 然后你讲哪一个是 mini 的？是这个。mini 就小粒的是 mini。啊，这个是 mini。其实它是才9个月啊。它才4个月左右。OK， 然后大的就这个大的哈。啊，大那个这个是在6个月到8个月。这个大。这个大。所以有6个月哦，差了这，你看它等1倍哦。OK， 然后我就挤酸干，然后这个是 mini 的。Can I have a soul? Yes, we. Popo try first. 那这个是不一样。它的肉很硬啊，很弹性。是建议，那旁边的比较冷，中间那个没有这么冷。然后小的mini的来。2个mini的。OK 啊。mini 好，一样啊。一样。要mini小一点哦。你再看mini还要养3个月，大致还要养6个月。一样，好吃。哎。One lemon please。One lemon please。啊。几 lemon？ 哎，你拿一个 lemon 走。野生的很难开哦。因为它这个品种比较难开，不一样品种。这个是比较严的，这个是野生的。野生的最好的品种。哦，野生。阿公的。哦，你们放阿公的名字啊？啊，这个。就是这个啊？啊，不是那个。哦，这个是野生的哦。肉比较黑的。啊，野生的肉就没有那么漂亮哦，因为它野生嘛，它吃的还早。其实是藻类有关系啦哦。有，因为它在红木林。哎呦，知道，真的，你看野生的这些克制多鱼有了哦。来，阴性。2倍体呢，它是 XXY， 你3倍体呢 XXY XYY YYY， 就变成什么？吃起来还是这个好吃。吃起来还是这个好吃。因为它的肉肥，它这个来它的肉就是肥，然后它很有弹性。对，这个比较涩。因为它肉还不肥。为什么讲这个最好吃？如果你养到它降肥了，有些阿公很喜欢这个。哦。它要养到降肥，它的肉就很脆了，然后就很甜。我喜欢吃这个。来，你吃啊，对吧？还要吗？还要我再开？还有。是海味，不是咸的。它比较咸哦，它会比较咸哦。不要洗，因为在外国呢，他们是不要洗的，洗掉了它的那个 juice 啊 juice， 还有它的海味道。对。
海洋味。但是我吃了啦，其实不要洗更好，因为有一点咸，但是它不是很咸，但是要小心啦。它的壳啊，它碎壳啊，所以你要小心，要不然的弄到它的碎壳硌到嘴巴了。来，静怡，你就知道了，因为你刚才吃了那些了吗？拿冰啊，拿冰，你一定要冷的，不冷不好吃的。不要紧了，我刚才是没有冰。你那边还有冰还有吗？冰？你在那里啊？有啊，冰。哎。啊，你放一点冰啊，要冷了不冷还没有这样好吃。这是有咸比较好吃。啊，有壳咯。有没有洗干净？有水壳。海的味道。海的味道哦。可是你要。它也不会说很。它也没有腥味啊。它也没有腥味啊。没有腥味。没有腥味，它也不会讲很咸。不会。一点点，但是它也不是那个盐的咸。但是你吃起来是不是不要洗更好吃？我两个都 OK。你两个 OK， 我喜欢吃有海味。它不像海水那么咸。没有海水这样咸。你吃了都要改天你去那酒店吃哦，好吃啊！你不要吃啊！你不要吃啊！你吃了一口，你回去你们去好挑，他们不要吃，要一个你不要吃。因为外面的buffet那个味道不一样哎，腥味，很腥味哦。它已经不新鲜了，而且它的口感是它就 big 不了，绵绵了的。啊，软软的嘞。来，给老板 try 来。静怡，这个没有洗，有点咸的，好吃。不要洗才好吃哈所以洋人很厉害吃，不要洗的。他们讲 ocean 的 taste。放点冰，冷比较好吃。冷比较好吃。等一下子给它冷到里面去就可以了。它冷啊，咬而且比较脆啊。就行。OK， 我再拿5粒啊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过了。你还要吗？过了。他要哦。咸他要吗？咸可能要。加咸不咸的。不要洗还好吃啊。都是不要洗。因为就刚才洗过水嘛。受那个海水的洗掉了哦。如果还没有洗呢，有那个海水的味道啊，很好吃，有点咸咸，吃了有海洋的味道。这个我放在净化桶里面了，它已经超过48个小时了。我们就每天换的它水，所以它的水很干净的。不过我们的海水有一点，我们的河水有一点酸性啊，说它的壳比较脆，说爱破啊。它就会比较容易破了。I thought you put the lemon. 是不是新鲜的 oyster 才会比较饱满的是吧？没有，这个是我们 special 养的。品种看品种。然后我们叫tree blood， 就是把它腌掉。就是好像今天你吃的那个石榴啊、西瓜，它们就是 tree blood， 就是它们不能繁殖了，就好像跟它腌掉了。所以它会长肥肉，它只是长肉罢了。它 don't waste energy on reproduction organs。哎，吃完了，收拾完了，吃到很过瘾啊。所以我媳妇讲，她在 restaurant 那 buffet 的时候不大敢吃，因为看到软软的那个肉。我讲是我们不敢吃，因为怕拉肚子。这个当然好吃咯，现做现吃。这个是我哥哥的蚝肠，然后你们一定会问我哥哥有没有卖，我哥哥没有卖的，因为他是批发给 hotel 啊那些西餐厅，但是现在他也没有批发了，因为他把他这一个部分卖了给人家，甚至他的蚝肠在这一边附近养的就是他养了苗，他放去那边。等一下婆婆讲完话先。连那一个那一边我以前他时常有带我们坐船出去的，我们还遇过苏纳米的，回来第二天苏纳米，真的大难不死，后患无穷。我们一回来不了，第二天苏纳米，我哥哥的蚝肠打到大海里面去，他的船打到去一个树上 ，OK 那个不要讲了，所以他也没有做。以前还可以卖一些蚝给人家，如果你们有订，在这边槟城一带，现在没有了。我哥哥已经给另外一个人做了。那个人他专门跟你拿那个蚝来卖有的你没有做。蚝苗跟他去养。他养了他自己卖。苗有卖拿苗嘞，要给你拿苗来卖，可以吗？他要买苗来养。可以。不过他要投资很多，来自那个一排呢，但是单投资一排都200-300千。除非那些要投资投资一排都要200-300千。那个是小的。以前我哥哥也有帮人家consult在布拉格达姆也有，还有一个太平那边那个叫什么地方？不，牛拉，瓜拉古拉，
啊，那边也有，吉打也有，啊，槟城这边也有啦，就是款少他们怎样去开啦。我可以再讲那个李锦记的那个吗？可以呀、我可以讲出来嘛。然后他是很低调的啦，因为我哥哥也是有把他的技术跟李锦记公司、蚝油公司分享啦，他也有去他那边，他也有派他的工作人员3个，好像是那时候。分享卖。就是卖他的技术给他啦，然后他有派他的工作人员来这边学习啦，有派3个，我哥哥也有过去教他们啦，李锦记公司啦。OK， 现在我要讲什么呢？没有了咯。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要回家了咯，啊，哥讲走了回家了咯。哎，我想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蚝油啊，他们講蠔油啦，有一些人講冇放蠔嘅，冇蠔豉嘅，係啲咁多，有一些人講沒有的，是化學成分，到底蠔油裡面有沒有蠔？蚝油里面你要看，如果是素的，没有蚝油。啊，我知道素的他们就用菜的啦，或者是冬菇的啦，香菇的啦。其实蚝油，你看李锦记的，它也分2个品，一个是熊猫牌，啊，我知道。还有一个是比较贵的，啊，那个很贵哦，啊，那个很贵的，10多块小瓶哦。对，所以其实他们怎样呢？他就是把那个蚝拿来煮了那个汁。那个肉它拿来晒干就卖蚝干，然后它那个汁呢，它就拿来一次煮到很浓缩，然后再放盐，它就可以收了。所以它的蚝油里面它有放这个汁在里面，所以是成分多了。啊，如果那个贵的成分就很多。哦，那个熊猫的呢？熊猫的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呢，1分钱1分货了。对呀，因为它这个汁最贵嘛。哦，所以你去他厂看吗？有。你看他们做啊？他来这边做吗？哦，他来这边做啊？他就是来试试看。要拿我们的蚝的品种来做，看和他们中国的蚝的品种有什么差别？味道有不同吗？后来就是你们刚才吃那个品种呢，他讲很相似，可以。另外一个那个野生品种，他不要，他讲那个太甜。太甜了。他没有讲要收购你的厂。那个另外一回事啊，谈不拢啊。谈不拢啊。如果你有谁要收购，有兴趣也是可以的。因为我们也是在劝他了，65、64岁了啊。有时候人不要做到这么老了。我们这几天都在谈人生，跟我哥哥，就是问我哥哥怎样，你的孩子也不接手，他的孩子都全部读大学，一个就读画画的，一个美术，一个就读大众传媒，所以没有小孩子接手了咯。所以我问我哥哥怎么办，我哥哥讲现在做他也缩小了，他只是养苗，他也不再批发好了，他讲他只是养苗给人家去养。然后呢，我就讲这样讲，他讲看咯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咯，我讲倒不如你干脆就顶掉给人家不要做咯，跟我们这样一天。他说他也是知道老了，他讲那天去旅行没力行啊，走了脚酸，现在开始早上去运动了。我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旅行，那你卖掉它啦。他讲再看看吧。安迪很幸运的就是有这样的哥哥，我哥哥读大学，我大嫂更不用讲了，到 professor 还是 Dato professor。然后我哥哥也是大学，他是化学的，所以你读那一科呢，不是说你会做那一行啊，读大学只是一个门槛而已的，到时候还是你不知道是做哪一行的，大学只是一个门槛而已，你还可以去转做别的，去做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。好啦，第一直讲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小孩子父母能够尽量的陪在你们的孩子，就尽量的给他们读书，小孩子也是这样哈 ，OK。就今天就是这样子了，介绍给你们看这个蚝 ，OK， 谢谢了，不要再讲了啦，讲不完了 ，OK， 拜拜，回家了，我儿子他们在等我 ，OK， 好了，拜拜。